的开心吗？喜欢这个行业吗？曾经开心过，我就在想说，如果我不做广告，我要做什么？那你去发展你的长板，总比其实去补你的短板更好一点。胸腔不开的人，一定是一个对自己包裹感比较强的人。心理压力很大的时候，特别累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时候，你就是圆肩驼背头前翼，肩膀展开，眉心舒展，面部放松，呼吸放缓，保持闭吸闭呼，感官意识收束，把意识完整的放在呼吸上。深吸，慢呼，吸气深长，呼气放松。吸气，感受你的脊柱一节节向上，直到头顶心。呼气，坐骨向沉，眉心舒展，面部放松。深吸，慢呼，深吸，慢呼，吸气深长，呼气放松。深吸，慢呼，深吸，再次感受脊柱向上，慢呼，身体再放松，吸气深长，呼气放松，保持自然呼吸。深吸，慢呼，深吸，慢呼，最后一次深长的吸气，缓慢而悠长的呼气。双手合掌在胸前，大拇指轻触眉心 Namaste。 雨涵，你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怎么会想到毕业之后去上海的？这个叫什么？比较晚年叛逆，因为小的时候一直基本上算是大学到工作都是在北京，但是我当时其实在高中想要考大学的时候，也是希望说能够考出去，但是分数吧，然后就没有出去，所以说到后来的时候就刚好工作了一段时间，那自己也就是能够养活自己了，所以就想要说去外面看一看。然后就来了上海。我记得你是08年本科毕业，然后开嗯始在北京打拼工作，是14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有这样的机会去上海？就是机缘巧合吧，因为当时就是动了一定要来上海的念头，然后我就跟我的领导提了离职，然后结果因为我当时是我们的公司是就是北上广都是有分公司的，所以我的老板也算是对我非常好，就直接说我把你转岗转过来，然后就来了上海的这边的，还是同一家公司。你当时在做什么工作？广告，我做了广告有10年，那这10年大部分的我服务的客户都是汽车，然后就北京的话是当时是在做奔驰，然后来了这边在做捷豹。负责哪一块？我是 account 的工作职责就比较像是沟通协调，然后管一些报价还有项目的进度这一方面的。嗯你觉得你做的开心吗？喜欢这个行业吗？嗯，曾经开心过，可能入行的那几年还是可以的，但是后面做着做着，渐渐的觉得不是那么开心了。
可能有多方的影响吧。一方面是其实我进入广告行业的那个契机是比较好的，就是属于广告的黄金的时间段的。因为我刚入行做广告的时候还没有微信，然后后面就是等于是微信、小红书、抖音这些风生水起，基本上都是踩在风口上面的。品牌也比较有钱，然后会让你做一些尝试，然后就做的还是比较喜欢吧，就是因为你每天做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那到后面的时候，因为就是整个大环境经济就不好了嘛，所以造成了就是甲方可能对于预算上面的这种使用就会比较谨慎。那到我们乙方的时候，就会更加的，就是不太那么容易去尝试冒险做一些事情，那可能就比较偏 routine，或者说比较有保证的。但是这样的话，就是其实广告本身它是一个需要你不断创新的东西嘛。包括比如说项目的整体上面来讲的话，因为预算缩减了，所以你能够同样的想要达成的目标，那你要花的钱就会很多。但是你有没有那么多钱，那你就会低配版。低配版其实大家都不开心的嘛，嗯，就会工作中遇到很多困难。嗯，你觉得最困难的一次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最困难，最困嗯难，最困难是我最后一份。嗯就是因为也10年了，就是这个行业基本上还是算比较，有一方面比较好是，就是基本上你如果做得好的话，你每一年都会升职加薪。所以当时我已经是一个 AD，就是 Account Director。嗯那在这个职位下，就是客户总监，你等于是要全权去负责一个项目的。但是当时我可能做偏线上的这种宣传，就像我刚刚讲的微信啊、小红书啊这种比较多，我的拍片经验不是特别丰富。但是最后的我的一家公司是做直播的，那我们就是需要去拍片子，然后沟通协调的这种第三方部门就会很多。当时我们还跟 GQ 杂志合作，然后那边有艺人、有团队，所以就意外会比较多。然后那件事情就没有处理好，当中就出了一些岔子。虽然说最后也解决了，但是后面就等于是跟客户其实那边还好，主要是跟我的领导结下了梁子，所以到后来的时候就有点工作的不是很舒服了。那我就觉得那就算了吧。然后这个也是就是我差不多来上海到18年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如果我不做广告，我要做什么？那经过这几年，也包括有疫情的这个过程，那我后来就觉得，那我也可以去尝试一些其他的东西了。当时就是遇到比较困难的项目，客户比较难搞，或者是你不太熟嗯悉的业务，嗯。呃，最大的问题是出在和客户之间去沟通呢，还是其实是内部的和领导以及团队之间的沟通呢？嗯，就是刚刚离开，或者说还没有离开这件事情，这个项目完结的时候，我可能更多的纠结于是不是我没有处理好，然后这其中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因为这件事情也已经时过境迁一段时间了吧，2年了。那嗯我再回看这件事情呢，可能更抽离一些，我就会觉得就是我已经不再看这件事情了。因为我做广告的心态，因为我不是广告专业出身，虽然说也是相关性 marketing，然嗯哼后就误打误撞进入了这个广告行业。那个时候我可能更多的是觉得，别人能做广告，我也能做。哎，我发现我的领导升职了，我也可以升职。哎，他可以做这个客户，我也可以做这个客户。就是一直是一种有点惯性的好胜心，其实没有去想说你自己到底是适合什么的，想做什么的。那我觉得就是那个最后一份也是，就是这件事情，我现在回望其实是一个好的事情，就是在那个当下我去想，哎，那我真的适合做广告吗？因为到后来的时候，我会觉得那2年不是 MBTI 很火，我的自我判断是我是一个 I 人，然后我是一个 J 人，就是我非常的希望我的事情可以尽在我的掌握，我没有办法说所有东西都非常的临时，这样的话我就会觉得非常的有压力，非常的抓马。嗯，那那一段时间我就觉得，可以跟自己和解一下吧。我现在想来，嗯。既然你不擅长那个东西，但是你总有你擅长的地方，那你去发展你的长板，总比
其实去补你的团版更好一点。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在思考，如果我不做广告，我能做什么？但是嗯那个时候没有想清楚，就是没有找到自己特别喜欢或者说擅长做的事情。就是我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保守型的人，我也不是那种就是能够破釜沉舟的人，所以当时我离开了就是第二家广告公司之后，我后面是歇了半年的，就是我是希望说以那半年我是不是可以思考一下，然后就重新找到我的人生的下一个目标的那种，然后发现半年过去了，除了出去玩了几趟以外，其他一无所获，然后之前的积蓄也花完了，好，那就开始找工作了。然后，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那我可以小小的换一点，所以那个时候我换到了一家媒体的公司，但是那家媒体公司不大啊，然后也就是尝试了一下，觉得说可以这种相对来说跨行的成本比较少的去转，但是没有转成。然后就后来就没做多久，后来又回到了广告公司，然后回到了广告公司之后，就进入了疫情。然后那个时候我是又去了一家甲方，我们是卖旅行箱的一家公司，嗯。然后遇见了疫情，所以就旅行箱就会非常的受挫，所以也是，然后就又没有转成，就是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哎，那我去媒体也不行，去甲方也好不容易有个契机，但事与愿违，就是没抓住这个东西。那到后面的时候，就有点难。然后后来我就又回到了广告行业，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觉得，一个是你的职位上遇到了瓶颈，然后广告行业又是一个非常快速变化的行业，就是今天抖音火，明天小红书火。那我后来发现，就是我其实不太喜欢或擅长这种嘛。基本上后面从18年之后，我就是工作半年，休息半年的状态啊。你嗯，经历了有一两年的时间，工作6个月，休六个月，工作六个月，再休六个月。不止2年。你要从18年算的话，19、20、21、22，4年。虽然我是一个 J 人，但是我觉得人生就像人家说的，就是你是一场旅程，你是一个体验，就是我没有办法预测到我下一步要怎么样。但是那个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 gap year 好像很怎么说，听起来好，很美。但是你真的去经历它的时候，反正对于我来讲的话，我觉得并不适用。嗯。我会觉得就是我的焦虑是我全年就是不管我有没有在工作，我一直都在焦虑。我上班的时候在焦虑工作，我没有上班的时候我在焦虑我没有钱挣。然后所以就是我会觉得就是人生没有一个锚点，因为刚才我就想说，就那会儿的时候，我有去试图，比如说去学一些线上的课程，我在想是不是我的工作的抓手，你的这种方法不够，那我去学习一些管理的内容。然后但是后来的时候，我发现可能是我的方向有问题，我还看了一本可能相对比较有名的书吧，叫斯坦福的人生设计课吧。就是嗯。你等于是把自己的人生的职业变成一个课题对。去设计它，对，所以就那个时候也是算一种尝试。那我离职了之后，大概就是第一周我就去找了上海的3家瑜伽的培训学校，然后第二周的时候我就去上课了。为什么会想到瑜伽？因为我之前差不多跳了有10年的舞，但是不嗯。是专业的，只是作为一种爱好的跳街舞而已。然后一个是我发现我的节奏感也不怎么好，虽然我很喜欢这件事情，然后再一个就是年纪大了，可能真的有点跳不动，可能随着年纪大了吧，然后就非常机缘巧合，然后我就觉得。那会儿应该也是就是疫情前后，我有去瑜伽馆里面去上瑜伽课，但是那个时候你只是觉得它就是一些体式的练习，你知道这些体式练习可能对你比较好，而且比较舒缓，适合年纪稍微长一点的人，嗯，然后我就觉得，那可以去试试看，反正有一身心，就算不成也是，就是你就当一种自我练习了嘛，然后就去学习了，嗯。那现在做了瑜伽，你从一个十几年的广告人，通过上了几节瑜伽课，现在变成了全职的瑜伽老师，
来具体讲一讲这是怎么实现的。然后我也想了解一下，真正成为了全职的瑜伽老师，跟你嗯。预想的一不一样？现在来讲的话，如果跟其他老师比，我依然是一个小白老师。我们叫，就是因为经验非常的浅，只有2年的经验。那我觉得还是我非常感谢瑜伽这个运动吧。我觉得它带给了我就是不只是一份工作，更多的东西。就是讲回之前，就是我辞了广告的最后一份工作，去做瑜伽教培的时候，它就相当于有点像全日制集中性的6个星期，每天8个小时，早上9点到晚上5点，就有点像是空杯心态。你的心里面就是一张白纸，因为你对于瑜伽相当于没有任何系统性认知的学生而已啊。那我们的课程它有就是教你体式如何去上课的这种方面，但同时的话，其实瑜伽是叫身心灵3方面的结合。那它有更多的是会教你一些瑜伽的精神，包括我们那时候会读一些瑜伽经啊之类的。做这个职业，我觉得很大的感触是，身体的本能反应其实有的时候是最快，也是最本质的。然后有些人可能你会忽略于，就像生病一样，其实身体是会给你发射很多信号的。包括比如说你去做瑜伽，你说，哎，今天我为什么我的髋不够开，我的胸腔不够开，我的腋窝不够开，我的左肩可能没有右肩好。其实它潜在的都有可能是跟你的心里面的一些东西是有关的。像瑜伽里面很讲究，就是一般情况下，胸腔不开的人一定是一个对自己包裹感比较强的人，因为他没法 open your heart。嗯。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如果说你的心里面能够去 open 一点的，那你可能会发现你的胸腔就会开一点，或者说更容易去下去。但是这个就是听起来很像玄学的一方面啊，但是我觉得也有它的一部分道理在，就是我觉得就是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就是我在学习瑜伽体式的过程中，然后又了解了这些心理上的东西。那我会发现，就是回望，比如说之前我工作广告做广告，心理压力很大的时候，特别累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这样的。我不想要去面对外界，我希望把自己包裹起来，因为我会觉得很安全。但是这个时候，你就是圆肩驼背头前翼，就是所有的替代问题都是这样。我终于找到根源了。嗯，如果你是一个就是很自信，然后开放的心态去面对大家，那你自然是抬头挺胸这个样子的，对吧？嗯。所以，我觉得瑜伽它有就是修心修身的部分，然后我后面的话也是就是，嗯，就其实每一个瑜伽教你一些东西的人都可以被称为老师。那我做了瑜伽这个行当之后，我依然保持着是每周大概2次去别的馆里面就是我们叫做就是更高阶的这种练习，那就是相当于是我的老师。我的老师就像我刚才带你做冥想一样，他每节课之前都是会有冥想的。那除了去引导你呼吸以外，他也会给你一些瑜伽的精神。那比如说有一次，他就讲了一句话，让我觉得我到现在都依然记得这句话。他就说：“嗯，你可能现在一个高体都做不出来，但是如果你把瑜伽当成一个你这辈子要做的事情，你1年也好2年也好，其实是一个很短暂的过程。你只要专注于每天每日的练习，总有一天你是会上去的。或者说，即使你不上去，那又怎么样呢？因为瑜伽本身它不是为了追求高体的，在瑜伽的里面，体式练习只是第3 level。它一共有7个 level 的时候，呼吸是凌驾于体式之上的。它其实所有的体式练习的最终的结果是为了让你达到专注，其实冥想才是它的最终目的。那其实冥想的状态是不是睡觉？不是真的你呼呼睡过去，其实是你是保持有一种非常大的觉知，但同时你不是紧张的觉知。这个也是瑜伽里面很讲究，就是松弛和紧张。就是紧张不代表你没有警惕性，松弛也不代表你整个身体就垮掉了。所以就是你又能够保持松弛的状态，同时你又有
集中的专注力。就是这个是提示练习里面的一个部分。然后刚才我讲那个，就是如果你把一件事情变成你的终身事业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急躁嘛，你就会觉得我是可以专注于当下的练习的。而且就是瑜伽里面，就是不管你今天是练习了1个小时还是2个小时，它就是一个空杯心态，就是你练完最后的一步也是，就是叫大休息，也是一种冥想，就是你摊尸式躺下来的这个过程。那个时候其实他是希望你不要想任何的东西的，就是这节课你有没有做成高题，你今天的练习是不是一个体能很好的状态？因为每个人的身体可能今天好，明天不好，今天你上得去，明天你上不去，都有可能。不要去纠结于你今天的练习，完了就完了。你已经专注于这1个小时的练习，那练好了就是练好了，你就把它倒掉，明天重新再来。你现在的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有自由的部分，也有不自由的部分。嗯。嗯，然后就是自由的部分是基本上不太需要，就像你坐班的这种摸鱼的成分。因为我们是因为瑜伽也是讲究，就是你到底是一个全职老师还是兼职老师。我现在先说一下，就是我的背景是我是一个管的全职老师，所以全职老师意味着你每天还是要在管里面的，不管你有没有课啊。那这个状态下，我不可能说我一天，比如说上10个小时的班，我就要上10节课，它一定是就是可能你今天只有2节课，可能你明天要上8节课。起码是，比如说我今天如果课少，然后没有课的情况下，虽然我可以，我不能离开馆，但是我可以，比如说备课呀，我自我练习呀，或者干点什么呀，就是你的自由度还是很高的。但是描述一下不自由，你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我们一般情况下是9点半上第一堂早课，所以我差不多9点钟是要到馆里的，然后就做一些准备活动，开个灯啊，什么开空调啊，准备好水啊之类的，反正就是七七八八的。9点半开始上课，那你这一天基本上就是我们分上早晨的课、中午的课、下午的课、晚上的课。那如果这些排班你是排到了今天这些，我讲的是团课，它是固定时间的，那你就要去上。然后除了上团课以外，我是要去上私教课的。那这样的话，就是中间会穿插一些，比如说中午或者下午的时候，我去上一些私教的课。我基本上是要保持一周起码要去练4次练习的。所以，比如说今天如果不是很忙的情况下，那我就是等时差空半个小时也好，1个小时也好，我都需要去练习一下，保持一下我的状态。刚才讲到，就是如果我刚做老师的时候，我的上课是，就是因为你要全程喊口令，还要看着每一个会员，然后每个人的身体可能是不一样的，这个人可能很柔软，那个人可能很僵硬，这个人可能很有力量，那个人可能没有劲儿，那你就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边讲着口令词，然后看着这个人，哎，我要怎么调整，那个人我要怎么调整，就是你的那1个小时是非常非常之专注的。但是那个时候我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么多事情的，所以我备课需要备很久。就是我上课之前，我可能自己一边嘴里念着这些口令词，同时我还要去做这些提示，然后我还要再想，如果说遇到什么样的会员，我要如何去调整。但是可能你上课，因为你经验比较多了之后，那你就会更丰富一些。那现在的话，我是可以做到就多线并成。然后你就会遇到第二个瓶颈，我的团课可以上好了，那我的私教呢？因为私教也是，就可能这个人是圆肩驼背头前移，另外一个人可能是脊柱侧弯，另外一个人我希望我要减脂，那你需要就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诉求去达成，包括这个人的身体的一个机能。有些人可能不适合跳有氧，虽然他叫减脂啊，那你就要去给他准备他的课程是，就是前期你需要做一些准备。同时的话，因为经验还是不够丰富的时候，即使你上完这节课，依然需要复盘。你要想想你这节课上的好还是不好，就是一直在滚动的一个精进的过程吧，渐进的过程。听上去还是很 intense。这一节嗯。课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脑子还得想着自己的词儿，还得看着所有学员的反应，还得 customize 你的这个课程给每一个人满足他们的需求。就是我的确像你说，不可能摸鱼，也不可能划水，一节课下来估计也挺累的。
有的时候你还得嗯，上个7、8节课，从早上8点进那个馆，晚上出来快8、9点了吧，可能还会差不多。更晚，就是12个小时 back to 嗯 back，脑力加体力的运动。呃，当你晚上9点半关了灯离开馆的时候，走在那个路上，回家的路上，感嗯。受是啊，我又度过了充实的一天，没有摸鱼，没有纸上雕花，我的每一个小时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还是啊，我实在是太累了，希望明天不要进馆了。都会有，所以就是你的心情是起伏不定的，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今天上课上的状态很好，然后其实这个东西也很有赖于会员给你的反应。就比如说你今天上私教，然后他做的也很好，然后他自己一节课了，比如说特别是练核心，他会明显感到一节课他肚子就小了，他就很开心。那就是给你的正反馈就是非常及时的。但是如果比如说今天这个会员的状态也很差，你让他练个啥，他就坚持不了。然后会员也是，就是也会员上课也可以摸鱼的，对吧？就是你讲口令词，他就给你做一个差不多的，然后跟你说，哎，我做不了了，哎呀，我劈不下去啊，一字马我下不了，我疼。然后就你可能就会觉得。好像这一天就没有那么大的正反馈，或者说这种正向的东西。包括比如说，因为如果对于我来讲的话，我觉得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因为比如说像我的同事，像我的店长，嗯，我也在学习吧，就是他可以去达到一个高强度的这种工作，而且是就是因为他比我入行早一点，就是每天都可以这样子。但是对于我来讲的话，我可能就你让我这样子2天之后，我就需要一个休息。你不能让我一直这个样子，我就受不了了。所以这个也是我现在遇到的职业上的一些困惑吧。嗯，所以，我会，即使是做瑜嗯，伽教练，你也会有那种身心被掏空的感觉。对对，因为其实就瑜伽教练，你可以理解为他其实就是一种老师，嗯。就跟我们小时候去上课一样，就是你所有的上课对于你来讲都是一种输出，你是需要输入的，所以我也是需要每年去定期去学习的。你要精进你的东西，包括我的日常的练习也是，就是你让人家上个倒立，你总不能不会上倒立吧？然后，而且你还得想说，就是如何把倒立教会给不同的人。两种不同的被掏空的感觉，一种嗯是你瑜伽课上完这种身心被掏空的感觉嗯，versus 之前在外企在广告公司被客户以及领导掏空的那种感觉，有什么嗯本质上的区别？嗯，其实这个问题我想过，就是在我特别是我每次，比如说刚才讲，我今天非常的疲惫，然后连续可能工作了1周如此的时候，我是很累。但是如果你让我回广告圈，我还是做瑜伽吧。大部分的听众啊，嗯都有过那种被客户或者是这个领导掏空的感觉，不一定嗯。有过你的体验。哎，我做瑜伽课上课那种被掏空的感觉，所以尽量去给大家描述一下它本质上有什么样的不同。嗯，我打个比方，它就有点像你出去玩了一天的掏空，因为它其实很大是体力上的，而且可能我会觉得瑜伽跟身体走得很近，就是它是身心灵的结合，就是你今天所有的，包括就是刚才我讲到，瑜伽是一个，对于我个人来讲的话，我是很需要反馈非常及时的人，不管是好的反馈还是就是不好的反馈。对于我来讲，都是就是及时的反馈会让我觉得是真实的，它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但是对于广告来讲，因为我们是做前端推广的嘛，其实跟销量的关系不大，我就会觉得就很虚幻的，你不知道触及到多少的真正的用户。但是我觉得我做瑜伽的时候，起码我是知道今天我的课上的好与不好，我是很有直观的感受的。所以他给你不断的给你输送这个 motivation。
让你继续进行下嗯。去，精进下去。但不是人一直都是 positive 的，一定嗯，是会有 negative 的。就比如说你今天可能没教好，或者你今天心情很糟糕，你前一晚上可能没有睡好，你的口令词可能这节课上的一塌糊涂，都有可能。就包括我刚开始去做瑜伽老师的时候，是有会员直接说我不想上米娅的课的。你当时什么感觉？我也是挺佩服我自己的。我当时的感受是，哦，你不喜欢呀？哦，那你可以不上。我觉得我卸下了一个很大的包袱，因为做广告很多年之后，你已经是一个低 level 了，你是听不得别人说你做的不好的，因为你已经是如此高的一个 title，就是所有人，包括你自己，已经把你架到那个位上。但是因为你刚做瑜伽老师，你只是一个小白，你就是一个空杯。我当时的感受是，哦，我就是刚学出来的小白老师，你觉得我上的不好，的的确确，我也觉得我上的不够好呀。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空杯这个理念也好，经历也好，让人变得更加的 humble，嗯，会，对，是的，一样有责任感，有追求，但是包袱轻了。对。然后你，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后续，就嗯，是现在这个会员特别喜欢上我的课。所以，嗯，就是有些东西真的就是原来你以为很在乎的东西，可以不在乎。你上瑜伽2年以来，觉得最暖心、最高光的时刻是什么时候？他其实就像老师一样，就是如果你的学员不管是他的身体，比如说他从圆肩驼背变成了舒展的这个状态，还是说，他的心里面，就比如说，可能这节课非常的简单，因为瑜伽有的时候是一种疗愈的过程，就是他如果觉得啊，我上了你的课之后，我今天晚上睡得很好。我真的感受到，好像我没有来上这节课之前，我是一种很焦虑的状态。但我上完你这节课之后，我发现我好像轻松了很多。我觉得都是就是你带给别人一些很好的东西的一个缘分吧。就是瑜伽里面很讲究链接，一个链接是你针对于你自己的一个链接，就比如你不能够，我跟你说，你的脚后跟大脚趾要发力，你能找到吗？就是这个就是你的大脑对于你自己身体的一个控制。另外一个链接是你跟别人的链接，虽然可能所有的就是比如说会员之间他们没有交集，他们一起去上了这节课，但是其实瑜伽的练习为什么要多人？就是你也可以自我练习一个人，但有的时候多人的练习它是一个气场，其实你们是互相作用的，就是也许你自己练习你的倒立上不去。就有的时候人的好胜心，或者说就是那个气场升腾到那里，哎，你就觉得你可以了，然后可能你也给了他一些辅助，包括一些热身的练习，然后他就这节课真的做到了。然后有的时候人就是，其实瑜伽里面也有一派就是走疗愈的，就是等于是人这个，就比如说有一些抑郁的人，他可能是对自己极度不自信的。但是他通过瑜伽练习，第一个，他对于他的身体是有掌控感的；第二，他可能就有些会员是说啊，我今年目标就是我要推一个轮式，我明年的目标就是我要去做倒立。他真的做到了，他自己是会很开心的。那作为一个老师，你也会觉得很开心啊。然后你刚刚提到一个人对身体有掌控感这个概嗯念，我觉得非常的相关，因为回看比如说职业啊、职场嗯啊，你在广告公司也好，其他听众在别的公司也好，很嗯多职场上的东西并不是你可以完全掌控的。嗯但是对你的身体，尤其你刚刚说你能不能掌控某一块肌肉啊，哪个大脚趾啊其实对你的身体，你的确是有100%的掌控的。然后嗯，你制定一个目标，一个小目标，我要达成，在1年内达成这个动作等等，你只要时间和这个精力放进去，几乎 guarantee 你是可以看到这个结果的。对。是这种掌控感，好像我觉得是人自我需求的一部分。
就是人永远是想要有越来越多的掌控感，给自己安全感，然嗯后让自己觉得 in control。嗯，就是，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和普遍打工仔、牛马们在职场里面，这个我们截然相反、完全不同的一个体验。因为说嗯句实话，如今的职场，能掌控的东西，in 你 control 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对，不像是我们在学生时代，你只要努力学，大概你都能够进步什么的。但是职场到了一定的程度，就像你说，有大环境也好，小环境也好，内部也好，外部也好，各种原因都是 out of your control 的。嗯对，这个其实也我觉得是可能就不仅仅是瑜伽，可能就是这个年纪也好，或者说有一些心理学，像现在讲的那种被讨厌的勇气也好，就是我觉得现在大环境里面都会跟你讲，就是你真正遇到人生的困境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向外求的。到最后一定是向内求的。向内求其实就是你真的原原本本看到你自己，包括其实刚才我讲就是瑜伽里面疗愈里面这个道行比较深，就是他如果冥想到一定境界，就是就比如说每个人作为一个人，他是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种情绪的，愤怒、开心、悲伤，各种。你是不是能够真实的面对你自己？然后就是，而且不要评判它，就是任何一种东西，它没有好坏之分，不是你愤怒了，你自卑了，你就是感到羞愧，这些东西是不好的，它跟高兴、喜悦、自信是同等的，你要先去接纳它，而且你一定要学会接纳你自己的这些东西。因为没有任何人会去比你更接纳这些东西。如果连你都不接纳，那谁去接纳呢？曾经有一个对，比喻，就说你的每一种情绪就像是一个颜色，而颜嗯色是没有好坏的。你不嗯能说黑色就是坏的，白色就是好的，没有这样的。所以，就像你说的，接纳每一种情绪，它只是它自己的存在，它不应该被 judge。嗯，对的。包括里面也会，瑜伽里面很讲究，就是不评判，就起码一个屋子里面，可能有人是很厉害的，就是人家高体轻轻松松上去了，你可能连一个很基础的体式都做不了，我连一字马也下不去，就是，但是我所有的就是可能也算是我的瑜伽的入门老师很好吧，就是他就会去讲，你不要管别人，你就管你，而且就是你要接受你的身体的每一天的变化，就有可能你今天身体状况很好，明天你可能就不好，你就下不去，你不要就觉得哎呀我怎么下不去，我一定要下去，你要感知你今天身体的状态。去尽力做到你今天能够做到的，在安全的情况下，不要就是比如说通过拉伤或怎么样的方式，就是你今天到多少就是多少，你也不要去对于别人怎么样有一个好胜心，不行，别人上去了我也要上去，不要，就是你就老老实实待在你的当下就够了。你也是从零开始学瑜伽的，我也知嗯道你曾经是一把老骨头。嗯，你是在什么时候突然觉得，哎，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嗯坚持不懈，我嗯，也能达到这样了。就是你不要那么急于求成，就真的是你只要每日复一日的练习，在同时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不做瑜伽老师，你其实也是可以去学瑜伽教培，或者就是找一个比较好的老师，能够对于你有一个呃正确发力点的瑜伽的练习，因为你其实就是最怕的是。你练习错误反而会对你身体不好嘛？如果说练习是正确的，那其实结果是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它只是这个过程，有些人可能身体条件比较好，比较快一点，你可能身体条件不好，比较慢一点而已。但是你们终会到达的。这个也是，就是当初我去学瑜伽教培的时候，我们最后的时候，老师有把我们围坐一团，就是整个一个圈圈，然后让我们每个人去分享。
经过这6周以来你的感悟。我当时很大的一个感受是，我可能不是我们这一个班里面学习最好的，我能够当时做到任何东西的，但是我非常坚定，我一定是会去做瑜伽老师的。然后这条道路我是可以走到底的，可能时间上会比较久一点，付出的努力会比较多一点，但是我有信心，我终会到达那种感觉。嗯，就还是蛮奇妙的吧。嗯。这种感觉是随着6周的训练逐渐滋生的呢，还是你早早就是想好的？一定不是想好的过程，就是慢慢的一个过程。当时就也是，就是我觉得瑜伽的精神是一个，就还挺妙的一个东西，因为它会用到你的，就是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我现在可能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也会就是这些东西已经可以在你的。就是身体里面、脑海当中去调用。就是比如说，大家都我周围的朋友会觉得我现在的脾气会更平和一点，因为你也知道我的脾气原来是比较暴躁的那种，然后包括一些看问题的方式和视角可能会成熟冷静一些，然后也没有那么情绪化一些，我觉得都是一个对于我来说很受用、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吧。所以嗯。脾气等等有改变，那你觉得身体呢？身体当然是越来越好了。很多人比如说在工作的时候比较焦虑，或者说呢也没有固定的这个呃作息时间、饮食方式，或者由于嗯压力可能还会暴饮暴食或嗯者睡眠特别不行，或者说尤其家里有娃的还经常生病，只要娃生病，大人就生病，也就是抵抗力有嗯些问题，嗯这些就具象化了。那这嗯个所谓的亚健康也好，或者身体觉得跟不上啊，有的还会心悸，血压会嗯有问题，呼吸不畅，或者经常情绪受到工作中任何那些不能控制的东西的影响嘛。啊，嗯可能也没有时间去安排体育锻炼，没有时间嗯去去 prioritize 这个身体健康方面的锻炼也好，检查也好。嗯，我想知道你曾经有没有经历过类似于亚健康那样的状态？你觉得做瑜伽本身有没有在身体健康方面给你带来任何的变化？我觉得就是比较有活力吧。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年纪30到40岁，其实从科学的角度，或者说就是人的大的一个过程，一定是你的肌肉的流失速度是更快的，然后你的就是各方面其实都是一个下降的趋势，而不是一个上升的趋势。像20多岁或十几岁的人，嗯那你只能是说更让这种衰老的速度抵抗的慢一点。同然后我因为就还是又回到我那个 J 人的属性，因为我做广告的时候，我是一个焦虑型的人，就是嗯如果我得抑郁症，我一定是焦虑型抑郁，而不是那种抑郁。就是我会，就那会儿，比如做广告的时候，我是如果有一个特别重大的项目，它在整个进行当中，我都是睡不好的，因为我总会觉得会有意外发生。嗯然后，但是做这份工作，它就是有一种今日事今日毕的感觉，所以睡觉贼好。就今天不从体力上你是很累的，然后如果今天课很少，体力上不累，但是就是也很愉快，有什么好焦虑有压力的呢？睡吧，然后就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就是非常的。就是每一天都过得很快乐吧，相对来说，然后就没有什么要留给下一天、带入下一天不好的东西，是不太有的。嗯，也因为不可控的因素少，然后你这个呃不确定性降低，基本上对就像你说，今天的事干完了，今天就结束，所以对你就可以长呼一口气，好，今天干完了，回家就可以好好睡一觉了，就比较踏对实，而不是对时时刻刻分分秒秒惦记着那些还有可能或者没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对。但是其实话说回来，就是我现在回看，就是那些你焦虑的事情、你担忧的事情，该发生还是会发生，你也控制不了，嗯，只是你心里面放不下而已。那现在已经事情。
做这样的。过瑜伽教嗯练的你，已嗯经学习过冥想，嗯自我认知也提升了很多的。如今的嗯你，假设嗯回到广告行业，你觉得嗯你处理工作也好，以及管理你自己的心境啊、情绪嗯啊，会不会和嗯，当年年轻时候的你不太一样？会会有调整。就是一般办公室工作的人，那多多少少你会遇到一些，比如说呃同事之间的问题，领导分工，或者说他有没有支持到你想要的资源的问题，分配工作的问题。嗯，我原来的时候是会有一种非常大的死磕的心理的，就是这件事情，领导应该怎么样，客户应该怎么样，然后我一定要达成这个结果，不管怎么样。但我现在就会觉得，我跟我朋友就是，我就说，如果有一天你承受不了这些了，快跑，换一家公司就可以了。可是有的时候也换汤不换药啊，比如说有在干大厂的，let's say 从一个厂跳到另一个厂，只是厂子名字变了，里面该怎样还是怎样。所以就像你说，是不是真正跑也跑不了，逃也逃不过，更多就是像你说的，向内求索，控制自己能控制的，或者说改变自己能改变的一种心态去接受该发生的。就是如果你能做到这样，那当然是最好的，那你可能就不会觉得那么大的冲突嘛。就跟比如说你今天跟同事领导吵了一个架，你可能就觉得就是我们就是因为这件工作吵了一个架，但是有些人可能会往心里去到，哎呀，我跟领导说错了话，我可能会丢了这份工作。嗯。然后他就会处处小心，就是他就像一个滑坡的效应一样，就是他会事情朝着你以为的方向去发展的。但是就是这个东西，它就是看你的度嘛，因为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人，你也不能做圣人，你也不能说因为我学了瑜伽了，所以我就变成一个情绪极其稳定，所有人都没有办法把我惹毛，那我可能就去寺庙里面当大师了，我也不是，对吧？所以就是，你要就像刚才说接纳一样，就是你要明白自己现在是一个什么状况。就是你能不能够承受得了？你要知道你的身体的能量，就是为什么我之前就是做半年要休半年，就是我会觉得就是有一种把你耗干的感觉。那个时候我就有一种就是我很委屈，或我要争口气，我一定你说我不行，我就是要把这件事情做成了，然后我再走来证明我是好的。但是你现在觉得这件事情有意义吗？就有的时候可能是你不需要去付出这么多去给别人证明的，你只要觉得自己做到这个就好了。那你看不上我，或者说你没有给到应该给到我的东西，我觉得我跟你配合起来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你就是可以换一个际遇啊，换一个地方，也许就不一样了。嗯。的确就是证明自己这个，可能跟我们从小成长环境有关，嗯从小都被分数啊、排名啊裹挟着成长的，从小都嗯是在一个极度竞争激烈的环境长大的，所嗯以，好像就像你说的，有一种惯性，不断的想在职场中证明自己。然后呢，嗯证明自己给谁看呢？给别人看。这个别人是谁呢？可能是你的家长，可能是你的同事，可能是你的 peer、你的客户等等。但嗯，最终一个残酷的真相是，人家都没在看。对呀。然后就像你说的，证明自己有什么意义呢？但起码这个怪圈是要靠自己去走出来。对，就有的时候你要跳出来。你现在做瑜伽，还会试图想要证明自己呢？我觉得我没有想要证明自己，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如果现在有会员说米娅教那个就是我教的不好，我依然觉得可以，我接受，我也不过就是一个2年的老师而已。就哪怕比如说你已经是一个10年或者几十年经验的人，你也就是从事的这份职业而已啊，就是你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你就是一个普通人。嗯。嗯。
所以就你只要对自己负责就好了。嗯接下来也想谈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嗯你以前也做到广告公司中高层，我想象一下，可能收入还不错。其实我不知嗯道啊，但是我嗯知道上海也好，北京也好，生活水平是非常高的，成本也是嗯很高的。现在嗯当瑜伽教练，嗯，呃，可以满足你生活上的需求吗？可以，消费降级慢，收入上会有一个 gap 吗？非常大的 gap，就是可能1/3吧。嗯。但是我觉得，就是人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不需要那么多，就是这个东西对于跟你的欲望是有关系的。就包括一个很实际的例子，我原来的时候，因为你觉得你每天需要穿的非常美美的去上班，所以你买了非常多的衣服。然后这种饰品，哎，这种饰品都是我做广告的时候买的了，这种衣服也是。但是我现在的话，可能我每天只需要我有3套、4套瑜伽服，了不地了，可以啦，够了呀。我也就不太然后你吃上面你也不需要去喝酒，然后去过度的去消费，你只要吃的营养、健康、按时就好了。然后，就是我到现在为止，我也是，就是我可能对奢侈品这个东西本身也不是很感冒吧，我就会觉得，既然你不是 affordable 的，那你就不需要这个东西。那我现在就天天背个帆布包，我也很开心啊。所以就是虽然挣的少，但是够花，然后你也不会觉得就是特别拮据吧。我觉得就是现在的的确确就是上海的生活成本很高，但它的给予你的薪资也是高的。就比如说我在成都做老师，还是在上海做老师，也是不一样的。那你就挣多少花多少就好了嘛，自己好好规划就好了。但是可能会有一个潜在问题，就是你要对于自己的未来的生活，比如说养老问题也好，或者说再过这么多年，那你是不是一个可持续的？那我还有这个体力去天天上8节课吗？那未来我到底是自己开馆还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就可能会有其他的方向的需要去思考的东西吧。这些，我觉得人生就是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你要去想或面对的问题吧，然后去解决它就好了。嗯。薪资上的这个 gap 是你之前预想到的吗？还是进来了才知道的？预想到了呀，就是其实我做广告的时候也是，就是我这一点上，我自己本身可能不是一个物欲很强的人。我在做广告之前也是，就是当年2010年，我可能也已经月薪1万，然后我做广告的第一份去的广告公司给我的月薪是3000。然后所以当时我是知道瑜伽老师一定是会很辛苦的，然后挣的可能就只是个零头，因为那个会儿的时候我也去问了一些就是周围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包括我当时的老师啊之类的。那我会觉得这是一个过程，就是你入门的时候一定是一个低 level 或者说小白的这些，从你的经验到你的薪资，它都是挂钩的嘛。那你越做越好，那你可能时薪越高，那你就挣得多一点。但是这个行业它的问题在于，如果你是做老师的，你的时薪的天花板是非常的低的，就是你很快就可以达到这个天花板了。那你再往上，那就不是以时间量来取胜了，因为你一天的时间你再干也就这么多了，那你就要去想说如何创造更多的价值嘛。嗯。创造更多的价值对你来说有吸引力吗？还是说你宁愿我就少赚一点，赚到天花板，撑满每天的时间，我就愿意做一个瑜伽老师？我觉得也有可能，但是可能我的身体不答应，所以可能我最近的想法是，也许有一天我还是想要去开馆的，就嗯，是因为现在就是小红书也好，或者说上海很流行叫一人一馆，就是我也不是说我一定要挣多少钱，就其实还是那个，就是只要够你花，然后
能够有一些储蓄和存款，然后以备不时之需，不管是你生病了，还是你想出去玩儿再深造，就是你有一些可以去调配的钱就好了嘛。那这样的话，就是因为现在比如说你做一个只是一个管理的老师，那你拿的就还是这些死的工资，但是你如果一人一管，你就相当于，那你这个月想挣多少钱，那就看你啊。你觉得2万够了，那我可以，我半个月干到2万了，我下半个月我可以休息了，对吧？就是你还是可以去调配的。我觉得人的欲望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无底洞的，这个就是看每个人，每个人有的人可能觉得2万够，有些人觉得可能20万都不够，那就看每个人的需求。就所以有些人可能是希望我要开大的馆，然后把它扩张，有很多的分店。那对于我来讲的话，我会觉得我就是想要小而美，然后就能够养活自己，然后同时我会觉得这份职业是一个就是利己也利他的职业。就第一个是对我的身体很好，包括这些瑜伽精神对于我自己很受用。那我觉得就是运动这件事情本身，对于每一个人来讲的话，都是对他的身体也好，对他的心灵也好，都是一种疗愈嘛。听上去挺美的，嗯对。不知道到时候究竟会怎么样，但是那种憧憬啊，之前我嗯听到一句话，就是每个人生活必须有一个 something looking forward to，一些让人期待的东西。这个东西嗯可以很小，可以很大，但这个东西可以带来喜悦。然嗯后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你的那个 something looking forward to。嗯如果看今天的自己的今天的这个生活，有没有觉嗯，得哪里是缺一块的、缺失的，想填补的？还是说已啊，经心里特别富足了，心特别心里点儿满足，啥都不缺了？就是没有，那怎么可能？那我可是可多了呢。刚说的也无欲无求的啊，那缺了哪一块？可能现阶段缺感情吧，因为感情经历比较简单，就就是过往的吧。但我觉得就是人是需要有亲密关系的吧。我觉得亲密关系不是说你一定要依附于对方是怎么样的，而是就是它有的时候真的像一面镜子一样，你可能会照见自己的很多东西。嗯。然后就是我对于这个东西还是比较有渴求的吧，我就会觉得，那可以还是谈一谈，它也算一种经历的这种，去经历它就好了，不一定要什么样的结果，你是一定要结婚，就我对于结婚生小孩儿可能没有那么高的目标性，但是我会觉得，就是如果有一个人跟你的深度的链接是很，如果你能遇到是很好的，但是你遇不到的话，那就比如说朋友也好，或者说你如何想好自己去怎么过就好了。然后另外的话，可能对于我来讲的话，就是我是很喜欢瑜伽，我也觉得我希望说能够做瑜伽做一辈子更久的时间，但我的生活不能只有瑜伽，我可能还会想要，比如说我喜欢徒步，我喜欢看展，我依然希望就是我是一个丰富的人。那如果就遥想一下10年以后的自己，如果你现在要做那个 life design 的 project，嗯，你希望10年后的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360度的，你会觉得比较满意，比较开心。唉，我希望10年后我还像现在的容颜，像现在的身体。这个开玩笑啦，就是因为你这个年纪，对于我来讲的话，现阶段的话，我希望我还是能够从事瑜伽的行业，然后更加的，就是如果说实质性的，那你可能教的更好，然后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那从心里面上来讲的话，我希望就是我还是能够修得自己的内心的更多的平静也好，富足也好的这种平和满足的状态吧。如果具象化一点，
你的事业可能是还在瑜伽这一块，嗯。你觉得人生还有其他哪一些 dimension？就像我刚刚讲的，那要是有一个爱人，那我当然开心了。OK，有个亲密关系，如果有一个嗯稳定、比较深入，互相可以理解的亲密关系，可以让你，嗯其他还有吗？因为我最近看了那个台剧叫《忘了我记得》，嗯我觉得那部剧让我觉得，其实父母的关系还是很重要的。我基本上是就是从高中就开始住校，然后就即使我在北京上班的时候、工作的时候，我也是自己出来住的，租房子。就是我跟我父母之间的关系会比较远一点。然后我一直都会觉得，就是有一种就是我翅膀硬了，我长大了，你们谁也别管我的那种感觉。但我现在会觉得，就是父母是真的老了，就是你陪他的时间，我原来的时候就别人跟我说啊，你算一算，你可能陪他的时间不会很多了，你要珍惜这个时间。但我依然会觉得就是没有那种实感，我就会觉得，那然后呢，我还是不愿意做这件事情。但我看了那个剧，也可能就是人生你到了这个阶段吧，我就突然间觉得，的的确确是需要跟父母之间再去更多的连接吧。嗯你现在人在上海，父母在北京，嗯，呃，你会怎么连接吧？对，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没事儿不太爱打电话的人，但是嗯我觉得父母可能是需要陪伴的，哪怕你跟他讲一些有的没的的事情，那可能如果现阶段的话，那你就是多打打电话，因为毕竟他们俩现在身体还算好，然后也能互相照顾。那我觉得就是属于我不用操很多的心，那我只是说可以跟他们多沟通、多交流这种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之前一直也有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妈妈本身她是想要出去玩儿的，但是她又不想要一个人出去玩儿。那之前的话，就是我已经让她就是说你挑你想去哪儿，我带你去。然后，所以她已经去过台湾、日本、云南，都是她自己选的地儿。然后因为疫情的原因，就是他身体也不太好，他阳了好几次，然后后面还做了手术啊什么的，所以就如果说他身体更好一点的话，能出去旅行的时候，我还是会带他一起出去嘛。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我选瑜伽，我觉得也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它其实不太受地点的限制，就是我可以去成都，我可以去北京，我可以去大理，我可以去任何的地方。啊，他不是说我现阶段我做这件事情，我就在其他城市做不了了。那如果我觉得我需要父母需要我，就比如说他们生病了或者怎么样的，那我还是可以回北京的。嗯嗯，行，那你有父母，有嗯亲密关系，有瑜嗯伽，还有什么哦，还有朋友，朋友？都是跟关系相关的。嗯就现在还是上海有几个吧，三个，左右比较见面的人。那因为有一个也已经即将要结婚，然后有两个，一个已经离婚了，一个还没结婚，嗯。就基本上我们是保持着每一周都会聚一次的这种状态吧。然后就互通有无，讲讲你的状态，然后可能有的时候吐槽吐槽老板，有的时候吐槽吐槽男朋友，都有。嗯，朋友那我是在工作的时候积累的吗？都是基本上都是广告行业的，但是我啊，们都不做广告了。都不做广告了，都在对，大概几岁的时候离开了广告行业大概就是就是跟我差不多，没差2年的时候，？OK，就一八一30、九，嗯35以上左右的时间，嗯，就从对事对了将近10年多一点，然后离开了这个行业。他们现对，在在干什么？哦，有一个大跨行，你一定想不到，他去做律师了，他进行了法考。所以而且我们俩当时是非常，他是我的室友，然后我在学瑜伽，他在法考，然后我们双双奔向了人生的下一个旅程。
他现在律师也做2年了，怎么样了？因为他那个比较就是律师的门槛儿或者说他的周期会比较长一点，嗯基本上也是未来可期吧。因为律师需要你考出证之后有一年的，我不知道美国就是在中国是需要，你有一年的这个实习律师，实习律师就意味着你是不能够独立去接案子以及上庭的，你是没有这个资质的。那他今年才能够拿到他的独立律师的这个从业资格的这么一个证书。然后律师里面也会分两种，一种是你挂靠在一个公司，然后公司会给你源源不断的案子，但是你可能就会很累。然后正的，那你就跟公司谈呗，你到底是55分还是28分？另外一种是你就是做独立律师，独立律师就是从案源到跟 case 就是你自己的，那你自己跟多少就是多少。那他也是面临就是他的选择是什么样子的。那每一个选择他也是，就是比如说你要做独立律师，那你可能需要有更多的客户资源，嗯，然后你要做受薪律师就会要更辛苦一点，就看他自己选择呗。啊，你观察他的状态，从离开广告公司到现在慢慢的进入律师行业，嗯，有什么样的变化？我觉得我们离开广告行业都挺好的。然后去追寻的这个，比如说律师是他的本来的兴趣爱好吗？还是我觉得他心里面会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就跟可能我遇见瑜伽一样，就是他会觉得那件事情是给予他更多的正反馈，然后让他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因为他觉得他可以，就是从法律的意义上面帮助到别人嘛，就你遇到了各种困境的问题，然后从专业的角度，再一个的话是因为他有一个学长，就是因为他也不是学法律的。然后他是学好像是学文学还是什么，然后嗯，但是他有一个学长也是这样子半路出家，然后后来自己做的就蛮好的这种，然后他就觉得哦是可行的，就是这条嗯，路是可以走得通的，所以他就觉得那我就试一试，然后也是他很聪明吧，我觉得就是一个完全没有法学任何背景的话，他通过一年的备考。是真的考上了，我觉得这个非常牛啊！这背后有巨大的动力和坚韧性。对对，就是因为那会儿我是他的室友，就是我是每天出去练瑜伽，他是在家里面看书、看网课、做题，就是每天也是一种相互鼓励吧。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大家都在朝着你想要去发展的方面去发展，我觉得这也是就是数据，就是我觉得疫情也带给了很多人好的地方，就是虽然说大环境下面萧条了经济啊，然后有一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它不像那个风口，就是你不需要想任何靠着惯性就可以获得的东西，你突然间需要停下来去想这个东西了，我到底需要什么，我想做什么。嗯。我觉得都是就是我们的那个转换的那个节点，基本上都是疫情的前后，就是更加的追逐自己内心的东西，所以这也是他可能沉静下来，觉得说我想要做的到底是什么的一个追寻的过程吧，探索的过程。嗯，你们现在就是各自遍地开花，对对，努力追求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方向。你有了友情，还有其他我没有提到的吗？还是你的这个圆柱体基本满了？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还是自己，但是自己的状态我觉得有点难描述。嗯就是因为关系这个东西，我觉得它一方面它的不可控的因素很大，然后再一方面就是它是一个流动的过程，它的时时刻刻可能都变化。你可能今天跟谁吵了个架，你们俩关系不好了，对吧？嗯。你觉得你自己和自己的关系呢？我是蛮喜欢我这2年的，就是进行的自我的探索吧，因为你也知道，就是我们也是这么多年的交情了，就是我相对来说，之前的时候是属于一种钝感力很强的人，然后就是对自己的认知比较混沌、比较迷茫吧，就是有一些东西我可能
更多的是从理性的层面去想这件事情怎么样了，然后不太会就像刚才一样，就是关系到自己的情绪的问题，或者说我到底是一个具有什么样特质的人，那如何能够跟自己更好的相处的这个东西，我觉得，但这个东西其实是每个人的人生课题，就是你这辈子其实都在学习跟自己相处的过程。嗯。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部分吧，就是对于我个人来讲。嗯这2年觉得对自己更 kind 吗？经常会说 be kind to yourself，对自己善良一点。有没嗯，有觉得前些年不管是在上学或者是在广告，都对自己特别的 harsh，都特别的狠，然后这有啊，两年能够哎更好的去观察自己这个小人，然后对他更加呵护一些，会有这种变化吗？会有，就像刚才讲的似的，就是我原来可能更多的是别人能做这件事情，我为什么不能做这件事情？我现在就会觉得，对，别人能做，我不见得能做呀。或者说别人能做，跟我这个小人儿没什么关系哈。向内求索，你继续做你自己，更 对 care 的，更对加擅长的。对，是的，我觉得首先人要接纳自己，这是一个对于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是我觉得我原来的心态一直都是一种不太接纳自己的心态，就是我总是会拿自己的短板跟别人的长板做比较，然后你就会产生非常多的自卑，会觉得别人很好，好像自己不成。但是其实每个人都是有优缺点的，有他擅长，有他不擅长的，不需要比较，你只需要找出你的长板，你的优点，把它最大化的放大。嗯，你有没有找到你最长的板？最长的板，最长，现阶段可能瑜伽吧。就是我觉得我的身体的，我对于我自己的身体的一种链接什么的，因为我会发现，第一，就像我刚才讲的，我很喜欢很直接的反馈，不管是会员的还是我自己的。就比嗯，如说我今天的自己练习，你就会知道自己今天可能状态不太好，然后哎，我今天可以做到某个动作了，我可以跟我的大脚趾连接上了。就是那个是你自己的一种喜悦，就是你分享出来，你说我跟我的大脚趾连线上了，可能别人会觉得你在说什么，但是你可能就因为这件事情能开心一天的，对就那种状态，对吧？对，嗯，我很喜欢这种，就是有技能傍身的感觉。就我现在如果回到大学，我希望我学一项技能。我觉得我不是那种八面玲珑的人，我的长板在于你可以让我在一个领域里面去做深挖，然后我会就是不断的，只要这个领域是我所喜欢的或者不排斥的，那我就会把它不断的精进。就是我会喜欢跟我自己的相处的这个过程。我觉得这个年纪吧，差不多刚刚跨入40啊，或者左右嗯啊，很多人都经历了类似的这么一个旅程，可能 build 了一个相对比较 consistent 的职业，有嗯所成就，或者是没有什么成就吧，无所谓，但是都付出了很多。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大概也在不停的探索，想要尝试，没有勇气尝试，或者说风险太大，嗯或者周围有太多的噪音、杂音，不管是来自家人的还是朋友的，可能都是为他们着想。你需要一个更稳定的、更安全的生活，所以你不得不继续你现在的状态。而那个人个体本身可能在suffer，或者觉得 stuck，就禁嗯锢住了。嗯。如果是面对这样的一群人，你会跟他们说什么？就是我觉得真实的面对你自己吧，我觉得就是你如果能够非常非常真实的面对你自己，
答案就会出来的。因为每个人的答案其实都是你自己的答案，它没有对错的，它没有应该和不应该。因为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些东西，我觉得我的代入是我周围身边的人，然后我周围身边的人可能今天不开心了，然后遇到了各种问题，然后结婚了，可能跟老公吵架，然后家里面孩子事情很多，我会发现就是你没有办法给他建议的。你不能够说你应该怎么做，哎，你要离婚，你要过自己的日子，你这份工作不好，我会发现就是其实每个人有他自己的方式和他的缘分，他如果愿意待在现在的这个境况里面，那就是他从这段境况里面获得的好处，足以抵消到他在这段境况里面的难处或不好的地方，或者说他还没有勇气去跳出这个东西，那就是时候还没到。嗯。但是我觉得就是永远都不要放弃自己，就会觉得放任了，我就这样了，我的人生就这样了。我觉得这个是我一直都不能够去，就是让自己有这个心态吧。我觉得就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被打破的，但是这个要问问你自己，就是你想要什么样的人生？也许你现在觉得这样的人生挺好的，虽然有很多的 suffer，但是就是你想要的人生，那可以呀。我觉得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改变或者一定不要改变，都没有，就是如实的问问你自己就好了。嗯唯独不能的就是不能认命，就是不能说嗯哎就这样了，或者就嗯放弃了。嗯，对的，要不然这样的日子，哎呀，一天都过不下去，我觉得。还是要充满希望。嗯。嗯，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嘛。但是其实我原来的时候，我会觉得，是有它的道理在的，但是我没有那种深刻的体验。直到我做了瑜伽之后，我觉得它也不是旷野，我会觉得它像一棵树，就是你的所有的事业都是它的分支。你有可能，你这辈子就一条枝，但是你可以长成参天大树，就这样一路发展。那你也有可能就是四面开花，就是每一个我都尝试尝试，那你也是一棵很漂亮的树。然后也有可能就是我不做瑜伽老师，我可能做了别的，我也可能做了律师，我可能去开了咖啡馆，就是你的人生可能就是他们都是一样均等的条件，只是在于你的人生际遇刚好在这个时刻跟瑜伽相遇了，所以你就走了这个分岔路。所以我就觉得现在有一种，即使这条路走不通，或者因为什么原因断掉了，你依然可以再去找你的分岔路。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把你堵死了，这条道走不通，你这棵树就长不了了，不是的。